各位有缘人，请谨记一句话：若期望生活日益美好，务必守护自身能量，即便金钱遭窃，亦不可让能量被夺，否则生活将充满不快与苦难，命运亦可能每况愈下。社会虽为统一整体，但个体生活环境的差异，难免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显著区别，尤其在性格、气质和脾气等方面。理论上此乃常态，然而是否曾察觉，总有那么些人有意无意间向你的生活和工作注入负面能量，或是压抑的情绪。本应美好的一天，可能因他们的一言一行而毁于一旦。具体而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7种人可能会不断地消耗你的能量，你需要留心观察身边是否存在这样的人，并建议不要在这7种人身上浪费宝贵的时间。如果接下来的话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在评论区留下拥抱正能量。首先，我们要警惕那些与负能量相伴的人。不可否认，生活中确实存在这样一类人，他们天生悲观，总是只看到事情悲哀的一面，并不断传播各种负能量，如世界末日论和阴谋论等。无论何时何地与他们交流，他们总是向你传递最悲观的信息。在他们眼中，世界是阴暗的，就像永无止境的雨天。他们经常抱怨生活、社会、朋友和家人，似乎觉得每个人都针对他们。与这样的人相处，不仅无聊，而且危险，因为他们除了带给你悲伤，无法提供任何有益的反馈。负能量会像打哈欠一样传染给你，给你的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当这种影响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可能会开始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世界，甚至怀疑自己。一个负面的评论有时足以摧毁一个梦想。如果你还有梦想，务必远离这些充满负能量的人。社会虽然充满竞争，但也充满希望和色彩。要想取得更好的成就和享受更美好的生活，应该积极面对挑战，努力奋斗，而不是整日抱怨。第二种人，喜欢否定和批评他人。对他们来说，否定是本能反应。无论你提出什么问题，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否定，紧接着便是连珠炮般的批评。他们可能会在细节上不放过任何机会进行贬低，甚至言语粗俗。批评他人似乎比自我反省容易得多，而且能让他们获得一种优越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周围不乏这样的人，他们喜欢站在道德或能力的制高点，对他人挑剔指责，放大别人的小缺点，同时对自己或他人的优点视而不见。他们的双标行为以及让人感到一无是处，是他们获得乐趣的方式。他们的批评往往不具有建设性，目的在于提升自己的感觉，而非帮助你成长。他们忽视你的优点，增加你的不确定感
和不安全感，让你怀疑自己，却伪善地声称这是为了你好。更甚的是，他们不容许异议，一旦有人持有不同观点，便竭力证明对方错误。当你向他们分享梦想时，他们通过诡辩来否定你的梦想，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缺乏你的创意和勇气。他们宁愿打击你，也不愿看到你成功超越他们。对于这类人，我们应保持距离，避免不必要的联系。第三种人是那些处处表现出世故圆滑的老油条。社会复杂多变，我们有时不得不扮演自己不喜欢的角色，学会一些圆滑的技巧，以使事情顺利进行。这通常是有选择性和条件的，而且这种特点多见于中年人。他们社会经验丰富，少则5-6年，多则10几年。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展现这种迹象。他们自诩深谙职场潜规则，不求上进，只满足于基本的工作表现，不敢创新，也不愿多做。这种人可能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并可能在无形中扼杀你的梦想。他们鼓励你也安于现状，宣扬努力无用，用背景和关系论来让你放弃追求更好的自己，满足于财富象限的左半边。与这类人深交，可能会让你的想法被同化甚至扼杀，因此应保持距离。第四种人是那些玩世不恭、没有目标的人。以一个男生为例，他来自普通家庭，大学期间勤奋学习，经常去图书馆，积极参与讲座，寻求增值机会。然而，他的3个室友却整日打游戏、谈恋爱、翘课出去玩，觉得室友不上进，但室友们却认为他假装清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动摇，放弃学习，沉迷游戏，最终导致学业失败，失去了竞争力。而他的室友们，一个被父亲安排工作，一个出国深造，另一个也面临补考。这个故事说明，玩世不恭可能会毁掉本应光明的未来。有些人可能已经放弃梦想，或者有资本玩世不恭，但如果你还有梦想和目标，没有享受的资本，就应该远离这些人，避免被诱惑。第五种人是习惯性质疑你的人。虽然质疑精神有助于精益求精，但若某人总是无端质疑你，甚至形成习惯，可能会阻碍你实现梦想和目标。他们可能会用荒谬的理由劝你放弃梦想，称你幼稚或不切实际。他们的目的可能是扼杀你的梦想和目标。为了保护自己的未来，最好远离这类人。如果不得不与他们相处，尽量少说话，多微笑。第六种人是那些喜欢嘲讽和挖苦他人的人。与批评相比，嘲笑更为可怕，因为它往往没有任何底线，让人无处自我安慰。嘲讽不仅是一种极度无理的行为，而且显示出眼高手低的态度。在嘲讽和挖苦的过程中，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贬低你，然后用开玩笑这种看似无害的糖衣炮弹来掩饰自己的行为。他们在伤害你的自尊心之后，可能会说我开玩笑呢，你不会当真吧？或我们关系这么好，开不起玩笑吗？试图为自己找台阶下。这种行为不是玩笑，而是侮辱。当这种人开始他们的幽默嘲讽时，我们应该立即打断他们，明确表示这种玩笑不可接受，并找机会离开。第7种人是那些谈话中夸张且自恋的人。你可能会遇到2种情况。第一种是，当你试图分享自己的观点时，对方总是迅速将话题转回到自己身上，或者一开始就自顾自地谈论自己的工作、公司、男朋友等。即使你难得插话，他们也会无理地打断你，继续他们的故事。第2种情况是，当你出于礼貌夸赞他们的某个特质或孩子时，他们便会抓住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特质是如何培养的，或者孩子有多么出色，从细节到发展过程，甚至可能连续说上3天3夜。这种夸张的谈话者对倾听缺乏耐心，对他们来说，倾听是一种煎熬。他们和你交流的唯一目的就是谈论自己，甚至不需要你的回应。长期与这样的人相处，你可能会感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不被重视，变得沉默寡言。真正的对话应该是有问有答，信息交换的健康过程。如果谈话只剩下满足对方的存在感，那么就失去了其意义。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如果不想被这种谈话自恋者耗尽自信，最好远离他们。总结这7种不停消耗你能量的人后，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我们身边确实时不时会遇到这样的人。要想减少身边这类人的出现，最简单的方法是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提升个人能力上，深入研究实现目标的方式和途径。当你变得越来越优秀时，你会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人。逐渐的，你不再需要那些给你带来负能量、消耗你能量的人在生命中出现，因为他们也会意识到与你不是同一类人。毕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另外，要记住3个不过度原则和4个建议。首先是不过度纠缠。遇到糟糕的人和事，最明智的处理方法是远离，不要纠缠，不要较真。例如，有一对情侣逛街时遇到流氓，女孩理论是，男友劝她不要纠缠，但她生气并逼迫男友去讨公道，结果男友被流氓用刀捅死。这个故事说明，有时候学会吃眼前亏是明智的。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好人，但不能保证没有垃圾人。面对不讲理的人，追求公道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公道自在人心。一个有智慧的人知道，天地间没有绝对的公道，对错会随时间和情境变化。遇到事情可以生气，但不要过度纠缠。
让情绪越来越激烈。第二个不过度原则是不要过度同情别人的遭遇。人非万能，我们无法用自己的力量照顾所有人。虽然修行人通常具有爱心和慈悲心，共情能力较强，但过度的共情就像演员太入戏而出不了戏一样，可能会导致自身的问题。我们不能成为别人倾诉痛苦的对象，长期作为情绪垃圾桶，吸收别人的痛苦，最终可能使自己也变成情绪的垃圾场。长期暴露在共情的压力下，人的身体和情感会感到疲惫，甚至可能导致功能障碍。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心理专家和精神专家最终会面临心理问题的原因。第三个不过度原则是不要过度干涉他人的因果。有些事情注定会发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无论是父母、孩子还是爱人，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自己的债要还，我们无法干预，即使出于善意，也无法改变一个人应还的债务，反而可能助长贪婪和恶意，甚至被利用，导致自己陷入困境。例如，一个同修过度干涉朋友的夫妻问题，最终导致自己家庭和名誉受损。这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管他人，而是要掌握好度，这是一种智慧。我们要避免能量浮贫，即不要过度消耗自己的精神能量去帮助他人。第一个建议，不要回应抱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工作不顺利就抱怨任务重，感情受挫就指责对方现实，甚至迟到也归咎于天气。他们抱怨一切，却从不自省。与这样的人相处，你可能会感到压抑和疲惫。面对他们的抱怨，不要心软，不要回应，也不要期待他们会改变。最好的选择是尽早离开。第二个建议，不要回应挑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喜欢挑剔的人，他们就像刺猬一样，总是对周围的事物感到不满。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爱丽丝曾经指出，那些指责型人格的人会让你感到压抑，使你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并可能导致你成为一个自我价值感较低的人。我们应该避免与那些损害我们自尊心和自信的人接触，而应该多与那些能给我们带来正能量的人交往。第三个建议，不要回应杠精。有句话说得好，认知水平越低的人，越喜欢抬杠。他们总是对任何事情都要插嘴，却不管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就像看电视，如果你喜欢看大陆剧，他们会嘲笑你没有品味；如果你喜欢看美剧，他们会讽刺你崇洋媚外；如果你喜欢看韩剧，他们会挖苦你随大流。面对杠精，你不需要硬碰硬，因为你无法赢得他们的认同。在他们狭小的世界里，他们自己就是绝对的真理。与杠精争论，即使你回应一个字，就已经输了。第四个建议，富兰克林在《穷理查智慧书》中提到，
一颗烂苹果会弄坏一筐苹果。那些消极悲观的人就像这颗烂苹果，最终会传染给你负能量。当你允许他们进入你的生活，你实际上是在默许他们侵蚀你的精神，破坏你的生活。避开这样的人，你的世界才能充满阳光，生活自然会逐渐好转。凡是负能量的东西都不要去回应，回应就会与之纠缠，纠缠就会受其损耗。只要内心不接应，他所有的恶念都将原路返回。所以一句都不要回应，要聚集正能量，少在烂事上纠缠，少为不值得的人生气，守好自己的能量。气定则心定，心定则事顺。时间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不管做什么，它都会被自动填满。每天无论你有没有重要的事要做，一天24小时都会在不知不觉中过去。能量也是如此，能量也会自动被消耗。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往往是我们能量最高的时候。等到快下班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个人能量开始不足，人也感到疲惫。等到下班到家，几乎全靠意志力爬上床或者沙发的，而且久坐或者久躺，迟迟不愿爬起。工作中、生活中，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要和一些低能量，甚至擅长吸能量的人打交道。我们无法改变别人，但是我们永远都可以改变自己，改变自己为人处事的方式，改变自己对待一些人、一些事的惯用方式，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你除了生气，更有不接受的权利。面对他人的负能量，不管你是想辩解、想对抗、想拯救，其实都是在纠缠。纠缠就会损耗自身，但只要你不回应，所有的负能量都将原路返回。有缘人永远记住，我们不散发负能量，也可以不回应任何负能量。至于那些到处散播负面情绪，无时无刻都在向我们传递负能量的人，无论对方是谁，只要我们不予回应，不去接受，对方的负能量就无法影响到我们自己，我们的能量也不会被吸走。不回应负能量，就是保护自己能量的最佳方式，而屏蔽掉负能量，我们才有更多能量去做提升个人能量的事。与负能量纠缠，就是在干扰自己的磁场。植物都喜欢向阳而生，人也一样。作为一个成年人，要学会主动筛选关系，和能为你充电的人在一起，你才能得到源源不断的滋养。请你无条件地爱自己，接纳自己，取悦自己，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做自己，坚持成长，不断提升自我价值，去感受美好，去拥抱正能量。孔子曾说，与善人交往，如同身处香草之中，久而不觉其香；与不善之人交往，如同身处臭鱼市场，久而不觉其臭。这意味着我们与何种人为伍，决定了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如果我们能把握好这些原则，生活将变得更加顺利。